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世界上最幸福的思考方式。小泽老师是一位曾经照顾过3800人的临终关怀医生，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撰写了这本书。在书中，他特别强调了与表面上的假象力量相比，真实的面对生活的力量更为重要。在与许多患者接触过程中，作为临终关怀医生，他发现那些表面强大、拥有很多东西、取得了很多成就的人，当面临生命的终结时，往往会感到更大的痛苦。然而，正是在这种弱化的时刻，一个人真正的力量才会显现出来。那些依赖权力和金钱等强大力量的人，在面对死亡这种绝对力量时，无法抗拒。当死亡迫在眉睫时，他们会感到痛苦。相反，那些拥有弱点的人不会有这样的困扰。从弱点中获得力量是最为重要的。除了那些明显的力量，如权力和金钱，还有在弱点中发现的力量，从中获得的力量。也许您现在因某种原因而面临巨大的困扰，或者即使没有，你也可能感到对生活和人类死亡的模糊不安。但无论何时，这都是一个机会。您的力量正在显现。这本书不仅适合那些深受自己弱点困扰的人阅读，任何人都可以从中获得新的认知和勇气。请务必在本书和今天的视频中找到您的弱点，并将生活引向更美好的方向。现在，让我们来介绍今天的内容，共分为以下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你的力量来自于你的弱点。第二部分，理解你的人在你生活中的存在能让你更坚强。第三部分，人生取决于你做出的选择。仅仅听到这些标题就感觉非常吸引人，请务必看到最后。那么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部分，你的力量来自于你的弱点。每天都有人去世，在临终关怀的场景中，小泽老师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承认自己的弱点是多么重要，同时交织着一些令人深思的病人故事。第一部分将解释以下3个要点：一、当我们认识并接受自己的弱点时，人生会发生变化；二、因为弱点正是塑造一个人独特性格的关键；三、认可他人的弱点也是一种强大的表现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详细解释第一个要点，即当我们认识并接受自己的弱点时，人生会发生变化。小泽老师遇到了一位年过40的公司总裁。这位总裁一生创立了一家大型企业，周围总是聚集着许多人，过着人生的春天。然而，当他被诊断出患有肝癌时，他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由于病情已经相当严重，他不得不离开工作，开始治疗生活。随着病情的加重，他周围的人突然像潮水般离他而去，甚至连他多年来精心培养的公司也失去了。当然，面对这种情况，他一开始感到愤怒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正确。有一天，他向小泽老师坦白说：“我以前一直以为周围的人信任和爱我，但现在我意识到，他们信任和爱的不是我，而是我掌控的金钱。如今的我一无所有。”听到这个故事，你们也许会觉得为时已晚。即使能够客观地看待别人，但很难客观地看待自己。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崇拜和跟随，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是被真心爱着的。这样的想法也不奇怪。正是通过生病和失去心爱之人，我才第一次意识到，周围的人并不是真正出于对我的慕名而来。尽管如此，在那段艰难时期，始终有一位家人陪伴在我身边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深刻领悟到了家庭的珍贵。在他离世之前，他给孩子留下了一封信，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懂得珍惜身边人的人。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您是否开始持有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呢？许多濒临死亡的患者会在后悔和痛苦中，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弱点，并接受他们，感谢他人，然后离开这个世界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在健康的时候就能认识到自己的弱点，并感谢他人，也许我们能够过上更少痛苦的人生。作者说，
确实尽可能在健康的时候认清自己真正重要的事物，并将剩余的人生时间用于这些重要的事情，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意识到自己的重要事物，并开始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，永远不会太晚。从那一刻起，真正的人生才正式开始。2. 弱点塑造了每个人的个性。在人生中遇到困境和悲伤时，我们甚至会尝试绝望，例如失败考试、失恋、输掉晋升竞争、失去重要的人等等，都可能导致这种情况。在这种时候，许多人会为自己为何要遭受如此苦难而感到悲伤，甚至想要逃避生活，怀疑一切。有些人甚至会责怪他人。在这样的时刻，特别是当我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痛苦和苦难上时，很少会注意到周围的人，更不用说意识到那些支持我们的人存在的可贵之处了。相反，有时我们甚至会对那些比自己弱的人产生攻击性。当面对无法解决的困境和无法摆脱的痛苦时，努力常常显得徒劳无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无助感往往会变得更加强烈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作者指出，我们需要做的是接受自己，包括自己的脆弱部分，接受不完美的自己，接受真实的自己。即使我们曾经尽力而为却遭遇失败，即使我们并不完美，即使我们也有弱点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这样的自己。这是走向真正的自我，以本真的模样，而不是强迫自己去迎合。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，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，特别是在面临困境、承受痛苦的时候，接受自己的脆弱是非常艰难的。在当今社会，许多人认为赢得竞争、拥有财富、名誉和金钱就是幸福的标志。许多人也认为只有为社会做出贡献才有生存的意义。我相信大家都曾经历过这种价值观的压力。在这样的社会中，接受自己的脆弱，并从中获得自我肯定，是非常困难的。如果我们能够勇敢地接受自己的脆弱，并从中汲取勇气，那么我们就能意识到，即使是原本的自己也是有价值的，生活也是有意义的。然而，活出真实的自我，并不意味着对自己的缺点放任不管。我们经常听到接受自己就能保持原来的样子的说法，但对于缺点和弱点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。把活出真实的自我作为逃避现实的借口，毫无意义。接受自己的弱点可以使心境变得宁静，减轻痛苦，但同时也需要有改变的意愿。保持进取心至关重要。回想一下，你也许已经努力克服了1-2个弱点，比如，尽管以前不喜欢早起，但现在却能享受清晨的美好；尽管以前很害羞，但现在可以更轻松地和陌生人交谈；尽管以前情绪波动大，但现在能够更好地控制情绪。我相信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而且你克服的弱点现在可能已经成为你自信的一部分，成为你宝贵的一部分。首先要承认并接受自己的优点，然后努力改变可以改变的部分，这才是赋予你新的自信和独特魅力的关键。当然，并不是说要改变所有的弱点，而是要从自己能够改变的地方着手。请相信，即使有弱点，你依然是有价值的。3. 认可他人的弱点也是一种力量。我要分享一个女中学生的故事。她曾经被欺凌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老师支持，因此一直在自我伤害。学年结束后，她和欺凌她的人分到了不同的班级，欺凌也停止了，但她的内心仍然深受伤害。她感到无法信任任何人，但又不敢展示自己内心的创伤和脆弱，因此度过了很长时间的苦闷日子。然而有一天，她与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朋友独处，向他敞开心扉，诉说了自己被欺凌的经历以及心中依然存在的痛苦。他的朋友在他说完之前静静地倾听，最后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：“你经历的这些一定很痛苦吧？”在那一刻，他能够展示自己的脆弱，这让他能够朝前看，重新开始生活。他说，如果那时他的朋友说“我理解你”，
她可能会感到无法接受。这位女中学生可能会感到你怎么可能理解我的痛苦呢的心情。但当她感受到被接纳的安心时，她的内心得到了解脱。小泽老师从他的故事中领悟到了2件事情。首先，当有人能够接纳他脆弱的一面时，他感到了巨大的安慰，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毫不掩饰地展示自己。其次，他感受到了那个能够全心接纳他的朋友的力量，因为他的朋友也懂得接纳和认同自己的脆弱之处。他认为，只有当人们能够接纳和认可自己的脆弱之后，才能够开始接纳和认同他人的脆弱。这正是小泽老师的信念。我相信你也可以从接纳自己的脆弱开始尝试，想要对别人更加友善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，但要想对别人更友好，首先要学会接纳自己，爱自己。接下来第2部分将探讨理解你的人在你生活中的存在能让你更坚强，尤其是在我们面临困难时，有人能够理解并支持我们是非常令人安心的。然而，并非每个人都能在任何时候找到这样的人。事实上，我们可能更多的面临孤独，因此我们将探讨在何时何地可以找到支持，以及那些喜欢独处的人应该如何生活。我相信这些话题将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大的启发作用，所以请务必集中精力聆听。我将会把本书分成3个要点来进行说明。1、人生就像是一场寻找能够理解自己的人的旅程。2、如果现在没有人能够理解你。3、也有幸福的孤独。那么，让我们开始吧。1、人生就像是一场寻找能够理解自己的人的旅程。尽管他们无法确定对方是否完全理解自己，然而当感受到被理解时，许多人都会感到得到了救赎。比如说，小泽老师遇到了一位患者，70岁时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癌症，家庭生活不顺，工作也不稳定，只能依靠退休金在老旧的公寓里生活。起初他只是不断地抱怨自己的痛苦，渴望早日结束生命的痛苦。但小泽老师并没有轻率地表达理解，而是耐心倾听他的故事，了解到他对家乡的思念、厌恶、被人指使以及疾病带来的痛苦。逐渐的，患者感受到了被理解的温暖，他的心情也逐渐变得平静。虽然他的人生经历了许多挣扎，曾经认为自己一事无成，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，但当有人告诉他你已经很好了的时候，有人理解他，他觉得很幸运。他说，当我感到有人理解我、接受我时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不同了。能够理解我的人就像苦难中的一束光，这样的存在赋予我保持真实自我的力量。比如有人得了晚期癌症，自己也处境困难，但仍然选择照顾丈夫。也许有人会认为她可以把丈夫交给养老院照顾，但对她来说，照顾丈夫是保持真实自我的方式，是在自己的苦难中生活的支柱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做真实的自己，是因为有人能够理解我们。2、如果周围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，我们可能会变得孤寂。因此，许多人会花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能够理解自己的人。也许人生就是一场寻找能理解自己的人的旅程。与权力、才能等明显的力量相比，能够理解我们的人赋予的幸福更有意义。当有人能够理解我们时，我们感到生活有了意义，变得更容易快乐。如果能够与理解自己的人相遇并共同生活，那将是最终幸福的形式。对于你来说，谁能够理解你呢？如果你感觉现在没有人能够理解你，那么大家基本上都会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。即使你有很多烦恼，想要有人理解你的感受，倾听你的心声，也很难找到适合的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需要主动去寻找那些可能会理解你的人。但要记住，自己理解自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当你渴望别人理解你的时候，最好先倾听对方的话。成为他人能够理解的人对你来说至关重要。尽管这看起来可能是绕了一个大圈子，但这实际上是通向真正幸福的捷径。作者说，首先是给予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然而，对于身处外部困境的人来说，
倾听他人可能会感到困难，也许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去倾听别人的故事。据小泽老师所说，重要的是一个承受痛苦的人是否觉得对方可能会理解自己的痛苦，而不是对方是否真的需要100%理解痛苦。他指出，只要能够在当下与他进行交流的人即可，例如宠物或婴儿等，尽管他们不会说话，但你可能会认为他们能够理解你的感受，因为他们一直陪伴在你身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会感到心情放松。此外，当你阅读小说、散文、漫画、音乐、电影或电视节目时，也许你会觉得某些作品理解了你的感受。当你发现某个作品将你的思想清晰表达时，你会感到无比喜悦，因为你会意识到原来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这种痛苦的人，还有其他人和我有着相似的经历。只要有这种认知，心情就会变得轻松。总之，无论是宠物还是作品，只要能够让你感受到被理解，都是有益的。对于没有时间倾听他人故事的人来说，可以尝试从以下途径寻求慰藉。据说，小泽老师将那些能够理解自己的人称为看不见的同行者。这些看不见的同行者有时隐藏在回忆的场景中。如果你觉得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你的苦楚，不妨仔细回顾过去，回想起美好的事情和愉快的时光。也许在其中，你会发现那个看不见的同行者曾经感受到内心安宁的人，感受到被他人理解的感觉的人。即使这个人已经离开了你的生活，但如果他仍在你身边，也许会对你说你做得很好。只要能够有这样的想法，就足以让人感到宽慰，现在的苦楚也会得到缓解。此外，有时候回想起曾经听过的音乐或歌词，并重新在 YouTube 上收听，会觉得歌词像是在表达现在的自己。这样的经历也会让人感到心情舒畅。务必回顾一下塑造你过去的经历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理解自己的苦楚。有些人甚至认为，即使在苦难中也可以独自生活，独自死去。近年来，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似乎越来越多。这样的人中，有些是天生热爱孤独的人，而有些是在人际关系中感到疲惫，并在孤独中寻找慰藉的人。孤独被视为幸福的人可以维持原状，但小泽老师指出，能够一直认为孤独就是幸福的人并不多。这种看法源自老师作为临终关怀医生多年来的经验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离世的日子临近时，人们往往会渴望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。如果现在觉得孤独是幸福的，就要考虑未来10年、20年是否依然能感受到幸福。在这种时刻，强装坚强是没有意义的。请诚实地思考自己的内心感受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无论如何孤独都很好，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年老时希望有人陪伴。这真的是因人而异。诚实地想象自己的未来，然后勇敢地选择自己认为适合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。不管在哪个方面，关键是要不断思考对自己而言幸福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对于这个复杂而模糊的问题，始终保持思考是最重要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入第3部分，人生取决于你做出的选择。在这一部分中，介绍了宁静的祈祷，这是一位美国牧师的教导。他告诉我们人生中重要的选择是什么，并结合小泽老师的亲身经历，探索如何从痛苦中找到新的道路。这部分的重点可以分为3个部分。一是辨别能够改变和无法改变的事物，这正是宁静的祈祷所表达的。无论是因为年老或疾病导致心理或身体的衰弱，考试或工作无法顺利，家庭经济出现赤字，或者是朋友关系或职场环境不如意，每天感到无聊或毫无目标。我相信许多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，因为在生活中，我们都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些苦难呢？小泽老师认为，这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与当前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。苦难正是源于这种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，而这种差距越大，我们所经历的苦难
就会越加深重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苦难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，又该怎么办呢？小泽老师指出，宁静的祈祷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答案。宁静的祈祷是由美国神学家莱耶霍尔德·尼伯所创造的。这个祈祷请求上帝赋予我们接受无法改变之事的能力，祈求赐予我们改变应该改变的事物的勇气，以及分辨出无法改变和应该改变的事物的智慧。苦难的根源在于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，然而在这个差距中，有些可以弥合，有些却永远无法填补。就像一些疾病可以通过医学手段治愈，但也有一些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样。对于那些无法弥合的差距所带来的苦难，我们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来解决它们，因此我们只能接受它们。智慧就在于能够区分出可以改变和无法改变的事物，接受无法改变的，并将精力投入到可以改变的事物上。小泽老师将宁静的祈祷视为对生活中选择的重要性的一种呼吁。他认为，有智慧的人应该能够区分出可以解决的苦难和无法对抗的苦难，并选择接受那些无法对抗的苦难，而不是陷入无谓的困惑中。通过接受无法解决的苦难，我们可能会找到一种减轻痛苦的方法。此外，一旦其他可以解决的苦难得到解决，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可能也会有所改善。在陷入无法弥合的差距中之前，让我们首先成为有智慧的人，做出明智的选择。你是否有很多事情让你感到担忧或烦躁？正如前文所述，这种焦虑和不安源自于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。比如，对于孩子的学业成绩感到忧虑，这种担忧源自希望孩子能取得好成绩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导致了痛苦情绪。许多负面情绪都是由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所产生的。为了化解这种痛苦，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这种痛苦。实际上，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承受痛苦。一旦意识到这种痛苦，就能清楚地知道接下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。你可以将自己当前的痛苦写下来，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按照3个层次的方式，将痛苦分为可以改变和无法改变的2类，将那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或他人的帮助来解决的问题，与那些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区分开来。如果你的困扰是可以解决的，那就全力以赴去解决。对于那些无法独自解决的问题，要勇敢地寻求他人的帮助。比如，对于酗酒或赌博等个人难以独立解决的问题，你需要勇气寻求他人的帮助。通过借助他人的力量，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其实也可以变得有解决的可能性。重要的是要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情。现在，请思考一下，你的问题中有哪些是可以解决的？即使是那些无法直接解决的问题，只要改变思维方式，也可能会感觉到问题变得轻松了。对于孩子而言，很重要的是要调整幸福的标准，使之与现实相符，而不是一味追求与他人的比较。现代社会常常让人陷入对金钱、地位、名誉等的渴求中，然而总会有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人存在。通过这种比较来追求幸福，很难获得满足感。无论拥有多少金钱，总会有更多的人比自己更富有；无论拥有多少才能，总会有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存在。若一味与他人比较，将会陷入嫉妒和痛苦之中，从而导致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，痛苦也会不断加剧。因此，幸福的标准不能是他人。如果改变了幸福的标准，那么对希望的抱持也会随之改变。若能感受到心灵的平静，与自己重要的人共同支持生活，为他人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，那么就能够感受到幸福，这样就能够保持符合现实的希望。小泽老师活跃于社会的前线，目睹了许多人陷入绝望之中。这些人患上了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疾病，他们正是那些遭遇到无法对抗的痛苦的人。他也见证了那些再也无法工作挣钱的人们，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困境，并期望找到目前能够实现的事情。
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，他们就能够感受到一种与以往不同形式的幸福。改变幸福的标准，调整希望，使之符合现实。对于一些人来说，可能会感到放弃，但根基并非如此。重要的是要勇敢地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情。通过这一认识，人们可以学会在任何困境中都不失去希望。也就是说，走上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将这种能够改变的部分的价值观应用到你的幸福标准中，或许你会发现，你过去所认定的幸福标准也是可以改变的。请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一下，不要逃避自己的弱点，这样你就会勇敢地面对生活，并且找到生活的勇气。小泽老师自己也是在大约25年前开始在临终关怀病房工作的。他意识到接受无法对抗的问题的重要性。至今，他在医院工作已有34年之久。当时，一位患有白血病的男子高中生与小泽老师交流，小泽老师意识到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，尽管口头上说着会全力支持他，但却感到自己无能为力。护士们可以通过照顾患者的日常生活直接帮助他们，但对于无法治愈的疾病，医生却无能为力。尽管他想要帮助患者，但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，这让他感到沮丧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份工作。他甚至有过想要逃避的念头。当时，小泽老师既是临终关怀病房的负责人，又是一个家庭中有幼小孩子的父亲，因此他一直努力保护家人，觉得自己不能软弱。在之前，小泽老师一直希望成为能够帮助他人的人，他渴望解决患者的痛苦，但却无法接受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为力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想到弱小也是可以的，无能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。当他感受到弱小和无能也是被允许的时候，他意识到要承认自己无能为力，然后才能真诚地面对患者。正是因为自己的软弱，才能更好地与患者相处。一些词语如随意、适度，通常带有不负责任的含义。但小泽老师说，这些词语实际上表示放松的状态，认为弱小也是可以的，无能也是可以的，并不意味着变得不负责任。相反，正是因为这种想法，他能够在没有被无能感打垮的情况下，以适度的状态进入患者的房间，与他们真诚相处。小泽老师认为，如果当时无法接受自己的软弱，只会留下后悔，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，也许他就无法继续做医生了。他说，通过在痛苦中停下脚步，接受自己的软弱，并思考自己面前的选择，他发现了更广阔的可能性。在这种接受自己的软弱的过程中，他找到了通向自己真正力量的道路。我相信每个人，包括我在内，将来都会面对自己的弱点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、变化多端的时代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面临希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。在现实中，许多年轻人可能会因为达到父母的期望而感到无法获得幸福。尽管时间有限，无法将所有内容都介绍完整，但我相信许多人都开始重新思考真正的幸福是什么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